我们在 B 站调研对华为 M6 感兴趣的小伙伴有多少？点赞第一是很有兴趣，如果把 M6 送出去就更有兴趣了。OK， 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动态抽奖，正在抽送一台 10.8 寸华为 M6 平板。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华为 M6 平板的这么一期视频因为之前呢，说实话，安卓平板已经很久没有体验了，或者说平板这一类都不经常测评，上一次还是这个 iPad Pro， 但是这次的这个华为 M6 呢，确实又掀起来安卓平板的一点小热潮，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网红产品。这个说它是最香安卓平板，它的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香？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来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兼货。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记得点赞、收藏、投硬币，3连本视频，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这台 M6 呢是首发，我们就直接购买了，当时还领了一个券吧，好像是只花了2199，真的是非常便宜了。你要知道它的配置是980的处理器，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980的设备了。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质量还不错这个全金属机身，然后整个的细节做的部分呢，毕竟是华为系的产品嘛，还是有保障的。7500毫安时的一个超大电池，这个电池就不用错气行了，它即便是2K 的这个屏幕当然也是比较重的这个是1斤498克的一个重量，然后10.8寸，是7.2毫米的厚度，但是由于它比较大，厚度上呢感觉还是比较轻薄的这个280的 PPI， 然后配置方面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在意的，那就是4个扬声器它4声道，这个设计还是挺给力的。因为这个安卓的底层呢，它就是你不管是几声道的一个设备，进到安卓底层之后呢，都会变成双声道但是华为呢，通过它自己的这个软件技术呢，它可以解析成4声道它是这个哈曼卡顿的这个调音，后面我们给大家体验一下。OK， 这个就是 M6 平板的一些硬件方面的东西我们手里这台呢是4+64的入门版本，后边有一个硕大的这个上头，1300万像素的一个上头，然后前置呢是一个800万这个平板上的上头，是吧？基本就是辅助。OK， 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给大家做成了一个类似于问答形式的，就是我们前期呢在 B 站还有在微博呢都发了这个动态，汇集大家关于这个所谓网红平板的这个问题。收集的第一个黑屏，很多小伙伴问的华为平板 M6 那个平行世界到底是什么？实用性高吗？这个功能呢，说明一下，它并不是同一个应用可以打开2个，就是应用双开，它是一个全新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同一个应用的1级和2级菜单。比如说我现在打开微博，然后点击一下图片，它这图片是显示在了右边，或者说我直接打开一个微博，它这条微博就显示在右边就是同一个应用的2级菜单给你显示在同一个屏幕上了。而且这个功能呢，只能在横屏下使用，如果我要是竖屏的话就不行了。实用性上嘛，我觉得还是某些场景下挺实用的。比如说刷微博的时候，我可以打开这个热门的信息流，然后再看着这个单条微博，2个手就可以同时操作。但是呢，在正常的操作逻辑下呢，就我之所以点开这个微博，那么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在我的下一级菜单的内容里边。就比如说我要看这个微博，那我就是在看这条微博的内容，然后它只不过是给你省了一个返回的这一步。还有就是在刷淘宝的时候我可以2边同时浏览着不同的信息。再举一些实用的场景，比如说你可以同时聊着微信，然后这边呢再同时看着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或者说同时在刷着朋友圈这个就是比较实用的。刚才咱们说的是它的某些场景下的这个优点，但其实这个功能有宣传的说的那么实用或者那么方便吗？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或者说还好吧。就是它目前支持的软件是比较少的，这是它的一个缺点之一，就只有22款软件，而且我们把这22款试了，还有些是不支持的。就比如说抖音的横屏或者说别的一些功能的横屏它有一些功能呢是不能实现的。OK， 下一个问题，官方宣传的2K 显示屏幕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屏幕呢，在同级别的都是这个秒杀级别的，在硬件参数上，但是实际的体验上呢，其实我们真觉得应该是华为还没有发挥好这块屏幕的这个优势它的这个默认壁纸，这个壁纸丑不丑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它的精细度上真的是减低这个平板的质感。我直接拍一个特写，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行了，这个确实是比较低的。我建议你买到平板之后换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壁纸。相对来说呢，跟它对比比较多的这个 iPad mini 5啊，它是一个7.9寸的屏幕，它的 PPI 呢就达到了326。提到比较多的就是iPad 2018，但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全贴合的屏幕，这一点上就质感差了一些。还有就是它是 A10 的处理器，这个对比性上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在屏幕显示方面，确实 iPad mini 5呢要更胜一筹，因为它比较小，而且屏幕的素质方面呢看起来要更好一些。当然，你视频网站如果开会员用 4K 的话，在 2K 的分辨率屏幕上显示是要精细度更高一些的。第三个，在同价位段之中，华为的这个4声道的扬声器是不是吊打同价位的其他平板？它的这个喇叭的设计呢，和这个 iPad Pro 这个4个扬声器呢，其实正好相反。iPad Pro 这个是设置在了2个短边上面，华为的呢是设置在了2个长边上面，就是这样的上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在横屏，咱们在握持看视频的时候，你的手并不会遮挡这个扬声器，这扬声器呢正好在上下啊，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咱们实际来对比一下。手停在我发端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缘分让我们相遇，还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大家都听到了，这4个喇叭真的还是非常给力的，绝对是吊打级别的。但是我们后面呢也对比了一下这个 iPad Pro 啊，确实跟 iPad Pro 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当然，这个价格上真的是差了好多啊，这个就不多说了。OK， 第4个问题就是它的电脑模式是不是真的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呢？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再或者直接盖泡面。所以说你在买之前的时候就放平这种心态，就不要觉得我一定要什么生产力的工具。这个 Pad 这一类产品，它目前最大的这个生产力呢，第一肯定是游戏、影音、娱乐，然后第2个呢，可能就是 iPad Pro 那边的那支笔，然后你可以用它画画。对于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或者说我是一个手绘的工作者，所谓的这个轻办公吧，真的是非常轻的一种办公，就是文字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表格处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你肯定会选择一个笔记本电脑的。这个电脑模式呢，其实开启非常简单，直接下拉通知栏，然后直接点击开启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是直接连接上鼠标了。其实它整个的界面呢是非常的接近于电脑的，就是真的像一个 Windows 电脑一样。然后打开它里面有很多应用，你可以用鼠标的滚轮来滑动。它的兼容性上这点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它很多功能呢其实是并没有适配到电脑模式的。基本上你在横屏下呢，就是打开了一个手机的这么一个界面。在这个整个的生态方面呢，其实它是建了一个框架，但是这个框架里边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它自己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文件啊，或者说浏览器之类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就是同屏下你可以几乎无限的应用多开，你可以开很多个栏，然后在同一个界面下观看和使用，退出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它的电脑模式。很多小伙伴想的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官方配的一个键盘，再或者说加上一个笔之后，能不能形成一些移动办公呢？可以，是可以，但是仅限于非常简单的文字和表格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在电脑模式下，你外出出差的时候搭配一个鼠标是比较实用的。我出去出差的话呢，见到过一些记者啊使用这个 iPad Pro 然后搭配键盘。其实这个 M6 呢是全部都可以实现的，它有一个键盘，其实跟那个 iPad 那个非常像，也是磁吸式的，下边有3个触点，做一些现场的这个文字记录这些工作 M6 呢也都可以实现。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也行。OK， 第5个问题就是它的游戏体验方面如何啊？这个我们就直接实际演示就可以了。车辆前端的路径辅助线显示前进方向，可预判行进路线。在声音方面呢，刚才说了，这个4个扬声器真的是非常无敌、非常给力的但是呢，就是平板嘛，它没有震动，少了一点点体验。但是这个大的屏幕还是非常爽的。比如说你玩吃鸡啊，或者王者荣耀、跑卡丁车这类的游戏，需要把它拿起来。刚才咱们说了，它有498克1斤这重量。
这个玩不了一局，你的手就已经非常酸了。所以说这个平板呢还是比较适合就是桌面上，比如说卡牌类的游戏啊，就是放在桌子上玩的这种游戏，它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设计呢，我比较喜欢，就是它4边呢都是等宽的，跟这个 iPad Pro 呢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就不用刻意的去分清它是哪个是正面，哪个是侧面，我无所谓了，我只要拿起来，反正它4边是等宽的，在视觉上呢不会给你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它前置呢设置了一个指纹识别的这个模块，你可以呢用指纹识别的，然后当 Home 键。但是它这个平板呢，在各种各样的设计上啊，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它就是让你横屏使用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按键，它全部都设置在了这个侧边，然后还有扬声器的这些设置，都是希望你来横屏使用的。我们这台 M6呢是打开了这个手势操作，手势操作的情况下呢，这个 Home 键呢是完全废掉了，就是完全不能用了，它直接暂停了，就是我完全可以2个功能相互优化一下。还有一些常用的功能呢就不用再多介绍了，就比如说这个应用的分屏，它也是完全都支持的。你可以边使用一个 APP， 然后这边呢再使用另外一个 APP。但是呢，这个 iOS 13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真正的应用双开。就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浏览器，然后我再打开一个，就是一个桌面端，一个手机端，它真正的可以实现一个应用打开2次。第6个就是它的儿童模式体验怎么样？就比如说我现在进入这个儿童模式，你就可以把这个平板放心的交给一个小朋友玩了。你只要进去，再需要退出的话，就得需要密码才能。这里边的这些功能呢，我就不再多介绍了，都是这个儿童使用的一些功能。你只要进入这个模式，它就会自动打开护眼。还有就是躺姿提醒和震动提醒，就比如说你在躺着的时候使用这个平板，小孩可能有这种情况，它就会提醒你。然后或者说在车上这个稍微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它也会提醒你。OK，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伙伴都问的，这个华为的 M6跟 iPad mini 5对比，哪个更值得推荐呢？其实我觉得这2个吧，就是完全不同的2个倾向。如果你思考一下，只是游戏方面有非常大的需求的话，那肯定还是推荐 iPad mini 5呢，因为在价格方面它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然后体积和重量方面 iPad mini 5都要更合适，它只有这个300克，尤其是握持的这个手感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地表最强游戏机无疑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体验上呢，这个 iOS 系统也更封闭也更流畅，这也是它的这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影音需求是第一位的话，那么肯定选择 M6了，这个大屏，然后4个扬声器，然后980的这个处理器，还有7500毫安时这个大电池，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这个配置。但是也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你想什么所谓的什么生产力的话，那么其实目前 M6呢应该不会给你什么太大的提升。如果你真的非常想强调生产力的话，还是选择 iPad Pro 这样一个级别的这个 Pad 的产品。如果你一定要买一个 Pad 的生产力产品的话虽然说它已经搭了一个框架，就是好像你听着iPad Pro 上面功能呢它全部都能实现，但是它在这个软件生态和软件体验上面呢，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小的 bug， 或者说在软件的支持上面也非常的有限，就仅限于它自己的这些app 或者说应用。它的这几大功能，就比如说什么平行世界或者说电脑模式呢，在起码这一代的 M6 上面它做的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小的问题，便是我已经切换到了横屏状态下，它打开的依然都是竖屏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界面，这个都是华为的平板或者说安卓平板目前在生态方面的一些弊端。而 iPad 这边呢要更加成熟，比如说我打开什么优酷啊，或者说打开一些别的呀 Web 端的一些界面，这个感觉就非常好，让我感觉在使用一台这个电脑一样。简单总结一下啊，这台平板呢，虽然说我们前面指出了很多问题，就比如说软件方面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实用性方面呢，并没有想象那么高，但是它的硬件配置上，这个平板真的还是非常超值了吧，就可以说我觉得。但是如果你想冲着它的什么所谓生产力去这台平板目前还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在内容的选题上呢，其实我们的常规测评呢，基本上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手机，还有一些我们特别策划的一些专门的节目。其余的产品呢，如果你要想了解呢，大家直接在下方留言，我们看呼声比较高的，我们会专门抽出来为大家做一期视频。记得点赞、收藏、投硬币，3连本视频，特别感谢，特别感谢。除了视频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
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在那儿和你聊天，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小白米商城，3天不留退货，180天保修，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小小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小程序呢即将上线，应该是在本月之内，就可以方便你随时随地查看了。赶紧扫码关注我们公众号即可。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